婆婆用抹布洗奶瓶，说这样洗才干净。我反手就拿她洗脸巾去擦马桶。婆婆用抹布洗孩子奶瓶，说这样洗才干净。我反手就用她的洗脸巾拿去擦马桶，说妈，你的毛巾真好使。婆婆不让我给孩子用尿不湿，说用尿介子省钱。我把她卫生巾都丢掉，扔给她一堆破布条。妈，你就用这个，又省钱又好用。婆婆哭唧唧让老公和我离婚，我抽出离婚协议。这婚，老娘早就想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陈金芳是个老作精，比如她觉得开空调费钱，于是总是趁着我老公出门后把空调关了，等我老公下班，她又打开。偶然一次被老公发现，她却说我把空调遥控藏起来，不给她用，我自己却在房间里吹空调。又比如她喜欢吃剩菜剩饭，老公在家她不拿出来，老公不在家吃饭的时候，她就把已经能闻到馊味的饭菜抬出来，扬言不能浪费，结果把自己吃进医院。隔天她就到小区到处说我不给她做饭，说只能吃馊饭。小区的大爷大妈都不傻，鄙夷地看着她，陈金芳啊，你儿媳妇刚出月子，你就要人家给你做饭，人家又要带孩子，又要给你做饭，你还不如不来呢。你是来照顾儿媳和孙子的，还是来让人家照顾你的？咱们小区也没听说有喜欢折腾儿媳妇的呀。大爷大妈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的婆婆脸色变了又变，好不精彩。再比如，婆婆非要用手洗衣服，说这样洗得干净，回头就哭唧唧地告诉我老公，说我不给她用洗衣机。老公听了她这些话，指了指角落的监控，黑着脸无语地说，妈，要不咱们看看监控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婆婆连连摆手，心虚地说，不了，大概年纪大，记不清楚了。我本着家和万事兴，只要老公周然向着我，婆婆怎么闹随便她闹去。可婆婆却接二连三地做。这天，3个月的儿子突然出现拉肚子的情况，我想着大概率是乳糖不耐受，周然怕我应付不来，上班前便让婆婆记得给孩子洗奶瓶，怕婆婆不会，周然还特意教了一遍。婆婆拍着胸脯说，这事儿我还是会干的，前几天的奶瓶都是你妈我洗的呢。说着还得意地瞥了我一眼。自从婆婆来了后，就没对我和孩子上过心。对于她洗奶瓶，我还是挺稀奇的。稀奇归稀奇，我觉得在孩子的事情上，婆婆总该不会作妖，毕竟这是她亲孙子。等我把孩子哄睡着出来时，婆婆正在厨房洗着奶瓶。我想，婆婆不作不闹还是挺好的。可等我走近一看，婆婆居然用擦灶台的抹布洗奶瓶。我忙把奶瓶抢过来，压制住自己瞬间上来的脾气，问道，妈，洗奶瓶的东西都在这摆着，您为什么不用呢？而且周然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特意说过的。婆婆又从我手里拿过奶瓶，皱着眉，一脸不悦地说道，用什么工具呀？就这抹布洗的就很干净啊，要我说，喂母乳就没那么多事，非花这钱还麻烦。我不停地吞咽着唾液，把窜起来的火生生咽下去。您如果不愿意做这些事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婆婆手里的动作一顿，脸色瞬间黑得堪比锅底。哟，是嫌弃我老婆子洗得不干净，还是嫌弃老婆子我呀？不是，妈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懒得和婆婆继续争论，又把婆婆用抹布洗奶瓶扔掉，拿了新的奶瓶洗干净消毒。婆婆见我一番操作，嘴里嘟囔着，哟，装什么装？前几天不照样是这样洗的？
能吃死了还是怎么着？我听着她的话，脑子嗡的一声，转头质问她：前几天你也用的抹布洗奶瓶了？婆婆一脸无所谓：是啊，怎么了？给你干点活还嫌这嫌那？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多讲究？那你消毒没有？消什么毒呀？谁有毒？我没听她说完，收拾好孩子的东西，打电话给周然，告诉他孩子大概是用了不干净的奶瓶才导致拉肚子的。去了医院检查后，医院说确实是因为饮食不卫生引起的。回到家，我抱着孩子一言不发地回了卧室。周然知道了来龙去脉，此刻看着婆婆也是忍着怒气质问：妈，我不是教你怎么洗奶瓶了吗？你怎么还用抹布？你知不知道小孩子肠胃娇嫩，不卫生的饮食很容易引发疾病的？婆婆剜了我一眼，随后看着周然一脸抱怨地说：我哪里知道这孩子那么娇贵哦，你小时候我不是这样带过来的呀。骗你媳妇事多，我看了，就是她把孩子带得那么娇贵。男孩子家家，生点病怎么了？周然太阳穴突突的跳，忍了又忍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以后孩子的东西，你多问问小月，别自作主张。婆婆却不高兴了，又哭又闹：天老爷呀，我这什么命哟！老头子死得早，儿子还娶了媳妇，忘了娘，老了，遭人嫌弃哟。周然无奈，只得轻声细语哄着婆婆。早上8点，周然上班后，我带着孩子还在睡觉，婆婆突然闯进来，问东问西：小月啊，孩子要不要起床啊？不用，他还睡着。小月啊，你要吃什么早餐啊？我给你做。妈，我现在不吃。那孩子要不要吃啊？他吃多少奶呀？要我去泡奶粉吗？不用，孩子也不吃。不是我说，这几点钟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啊？我们周家可没有那么懒的媳妇，我快炸了。起床后才发现，婆婆这1个小时光去叫我了，啥也没做，客厅一片狼藉，厨房里碗也没刷。见我起床，婆婆凑上来，指着沙发上孩子昨晚上换下来的衣服：衣服要不要洗啊？用手洗还是洗衣机啊？用哪台洗衣机洗啊？我忍无可忍，朝着婆婆吼了一句：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！妈，你要吃你就自己去做，想干啥干啥，不用管我和孩子。婆婆嘟囔着：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可别说我不管你。婆婆边说边走向门口，生怕我反悔一样。转身出门的一瞬间，嘴角却压都压不下去。晚上9点钟的时候，婆婆才从外面回来，哼着小曲，看起来心情很愉悦。我跟着婆婆走到卫生间，看着她美美的洗完脸，我也美美的看着她。妈，要我说，你这洗脸毛巾可真好使，不仅把那么厚的脸皮都洗得干净，连马桶都洗得亮锃锃的。闻言，婆婆脸色瞬间变了，嗷的一嗓子叫了起来：你干什么了？你用我毛巾干什么了？我耸耸肩，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就随便拿了块毛巾擦了下马桶。别说，还真干净。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毛巾。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好不容易恢复了心情，看见那毛巾又觉得恶心，然后把毛巾丢在垃圾桶，用我的洗面奶反复洗着脸。周然听见动静，皱着眉走过来，语气中无奈又充满了烦躁：你们是又怎么？婆婆指着我，破口大骂：你个小贱人，你是要恶心死我吗？随后拉着周然，语气激动：你看看你娶个媳妇，不孝顺尊长就算了，他现在还拿我洗脸用的毛巾去擦马桶，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要不要教训他？你不教训他，我替你教训。说着，婆婆就冲过来，准备打我。周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朝着我和婆婆怒吼一声：
你俩还有完没完？我一天天累死累活上班，回来还得看你俩唱戏是吧？咋的？家里还得给你俩搭个台子呗？婆婆被周然震慑住，一时间愣在原地。我转身回了卧室，不管她在外面怎么骂，周然把婆婆哄好，已经快12点了。她揉了揉太阳穴，满是疲惫地看着我：“你有必要吗？不就是用抹布洗了一下奶瓶，孩子只是拉了几天肚子而已，哪个人不会犯点错？我下班回来还得看你俩打架，我真的很累。”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不解地看着他。周然，首先是你妈非要找事，还有，幸好孩子只是拉了几天肚子，如果有很严重的事呢，那也是你的儿子林小月，那是我妈，她一个老人，你忍忍怎么了？我奇怪地看着周然。哦，那我不就是用你妈的毛巾擦了擦马桶，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？小事情，叫妈忍忍不就好了？周然脸涨红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早上4点，孩子睡得正熟，我走进婆婆的房间，摇了摇她，看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妈，今天早上超市打折，你还不赶紧去抢啊？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婆婆拉被子盖住头，回我一句：不去。4点半，妈，鸡蛋买大的还是小的？买圆的还是椭圆的？要买几个？随你怎么买。5点，妈，你想吃包子还是油条？甜的还是咸的？想吃哪一家的呀？不是，林小月，你疯了吧？我才刚眯着，这才几点啊？你是想要我老命吗？我一本正经地随你道：妈，你说过周家没有懒的媳妇，所以我这个儿媳亲自来叫你起床呢。看着婆婆气红的脸，我淡笑道：妈，有我这个体贴的儿媳妇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呢。婆婆看说不过我，只能喊周然。周然，周然，你再不管你媳妇，我就要被你媳妇折磨死了。周然睡眼惺忪，不是，林小月，你有病啊，大早上发什么神经？我故作委屈，低头小声说：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专家说了，早睡早起，就是有点什么小病也会自己好。我红着眼，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。我都是为了妈好。周然看着我这样，瞬间说不出话来。你放屁，你就是故意的，想要折磨我老婆子。婆婆破口大骂，起来就想挠我。周然挡在我面前，轻轻叹了口气：妈，月月也是为你好。随后转过头瞪了我一眼：你也是，现在才几点钟，以后就是要叫妈早起，也可以稍微晚一点的。果然，周然只会和稀泥。我心情愉悦，回卧室继续睡觉去了。周然被婆婆拉着，又是一顿数落，自然是没了睡意。等我带着孩子起床后，已经快中午了。孩子拉了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尿不湿。婆婆悠闲地看着电视，我却总觉得是婆婆做了点什么。妈，你看见小宝尿不湿了吗？哦，尿不湿啊，我送人了。我脑子一下有点转不过来，送人了？为什么？婆婆剜了我一眼，满脸不悦。什么为什么？你表姐过2天要生孩子了，咱家小宝大了，可以不用尿不湿了。我瞧着放那可惜了，就拿去给她了。瞧瞧你那样子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娶了你这样的进门。我心里升腾起一股子怒火，压都压不住。咱家小宝才3个月，怎么就用不着尿不湿了？你现在赶紧去重新买几包吧。买什么买？孩子用的我准备好了。喏，就是那个。我顺着婆婆的眼神看过去，一大叠尿介子。我一阵无语。妈，现在谁家还用这个呀？婆婆脸色骤然沉了下来，扯着嗓子：咋的？还嫌弃了不是？周然就用这个长大的，他用的，他儿子就用不得了。是孩子娇贵还是你娇贵啊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还是保持理智。妈，不是娇不娇贵的问题，
用尿不湿方便又卫生，比尿介子好多了。婆婆翻着白眼，什么方便又卫生？用尿介子多好，又省钱又好用。我们小时候就是用这个。我觉得婆婆简直不可理喻，只能让跑腿买了尿不湿送上门。周然看着我和婆婆，谁也不理谁，一个头有两个大，只能是劝了一个又劝另一个。我觉得周然夹在我俩中间，确实很难，便提议在外面租房给婆婆住，不用太远。周然却说他能处理好我和婆婆的关系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哪有那么容易？周然是个软性子，谁也不想得罪，又不想让自己身陷沦语。这天，婆婆在卫生间叫我：“小月，小月啊，小月，你听见我叫你没？”本来不想理她，但是又怕万一是在卫生间摔了。我轻轻敲门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婆婆讪笑的声音传出来：“你能不能给我拿片卫生巾啊？”我一愣，生了孩子，我例假还没来，我根本没备卫生巾。妈，家里没有呀，我这也没备着，你帮我去买一下呗。楼下就有超市，但是不太想去。想了想，我回：“好的，妈，你稍等。”几分钟后，婆婆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小月，小月，你在家吗？”我没有回答。又隔了几分钟，婆婆的声音开始焦急起来：“小月啊，你买来没有啊？妈在卫生间待不住了。”我把手里的袋子送进去，刚把门关上，婆婆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“林小月，你给我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月事袋啊，我亲手捡的呢。不过，妈，你还没绝经呀，要是绝经了，可不得省一笔钱呀。”婆婆在里面咒骂了几句，最后没办法，还是用上出来了。我坐在沙发悠闲地吃着葡萄，婆婆恶狠狠地指着我骂：“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报复我把你儿子的尿不湿送人了，所以才不给我买卫生巾的。”我眨巴着眼睛，不解地看着她：“妈，不是你说的省钱又好用吗？你不喜欢？”婆婆脸色气得铁青，哼了一声就出门了。果不其然，等婆婆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提着卫生巾。周然回来的时候，婆婆躺在沙发上，装模作样的哼着：“哎呦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哟！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不孝顺啊！”周然瞥了一眼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妈，如果你再闹，我就真的送你回老家去。”婆婆嗖的一下从沙发坐起来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周然。她老是和老家的亲戚说，城里的日子多好多好，要是被送回老家，还不得被那几个老姊妹笑话。你爸走得早，我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日子过得好了，娶了城里的媳妇，有了城里的工作，就不想要我这个老娘了吗？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。周然没接话，抱过儿子逗着。婆婆见周然不吃这套，便用手对我指指点点，嘴里嘀嘀咕咕地念叨着，不用猜也知道是咒骂我的话。婆婆看我的眼神都恨不得吃了我，我自动忽略婆婆的眼神，只要不来霍霍我儿子，我随便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婆婆也慢慢缓和一些。这天，我在厨房做饭，婆婆在客厅逗孩子玩闹，我听着孩子咯咯咯笑着。我想，婆婆如果不做不闹，就这样也很好。可是等我从厨房出来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气得鼻孔冒烟。只见婆婆从嘴里吐出一口饭，喂进我儿子嘴里。我飞奔过去，一巴掌把勺子打翻在地。婆婆疼得站起来，冲着我吼：“林小月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可没做没闹啊！妈，你怎么能把你吃过的东西吐出来喂孩子呢？不恶心啊！”我忍着怒气把孩子嘴里的饭抠出来。婆婆瞪大眼睛看着我，发出土拨鼠的尖叫：“我恶心？你还嫌弃我恶心了是吧？我给你喂孩子还有错了是吧？
你吃过的东西怎么可以喂孩子？就算不是吃过的，他才多大呀，你就喂他吃饭？我气得太阳穴突突的跳，也不知道孩子吃下去多少。妈，且不说大人口腔里细菌有多少，孩子才4个多月，怎么能喂他吃饭呢？婆婆一听，瞬间暴跳如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天天刷牙，能有多少细菌啊？你少危言耸听了。我告诉你，周然就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，怎么不见他有啥事儿啊？周然都吃的，他儿子怎么就不能吃了？娃都4个月了，早就可以喂饭了。就你带过孩子是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控制自己情绪，好言好语地说道：妈，不是嫌弃你，现在谁家还嚼饭喂小孩的？小孩子抵抗力弱，大人口腔里的细菌是会传染给小孩的。我顿了顿，继续说：小宝才4个多月，还不到添加辅食的时候，正常6个月才能加辅食。咱家小宝肠胃又不好，儿保医生说了，要特别注意饮食的。婆婆脸色一沉，哭着喊着：得，你们都嫌弃我，我干啥都被人嫌弃。老头子啊，你怎么不把我带走啊？我在这被人欺负了，儿子也不管，我这是养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说着说着还瘫坐在地上去了。我懒得和婆婆争辩，抱起孩子就回了卧室。没过一会儿，周然就回来了，门砰的一声被踹开。林小月，我都说了，那是我妈，你忍忍会怎么样啊？你有必要对着一个老人说那么重的话吗？我刚压下的火气瞬间被点燃。周然，你搞没搞错？是你妈一天到晚做天做地，她是老人不懂常识，你一个高材生也不懂事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自从你妈来了以后，家里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吵的，是我想的吗？你就不能劝劝你妈好好过日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过后你妈还是这副样子，你要么让她出去住，要么咱们就离婚。周然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可是你也不应该说他恶心，还要赶他走。我这好几次上着班的，被你们那破事闹得请假，老板都对我有意见了。我气笑了，是我打电话让你回来的吗？是你妈打的，你怎么不去跟她说？周然软了声音，轻声细语地哄着我：好老婆，我知道是妈错了，你下次可以好好跟她说，别和她急，好不好？我不买账。她只能悻悻然出去。第2天，婆婆破天荒地和我道歉了，说是她不对，不懂现在什么科学育儿，她以后会好好学习现在的育儿方法。见婆婆服软，我再继续摆脸色也不太好，毕竟家里和睦些好，谁结婚也不是奔着天天闹腾去的。周然突然要出差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婆婆别做别闹，凡事多听我的。妈，这次出差回来，我就能升总经理，你别给我做媒了，放心吧，我保证不给你拖后腿。婆婆信誓旦旦地保证着，周然才放心地走了。谁知周然刚走，孩子就发起了高烧。我忙不迭让婆婆收拾东西，和我一起送去医院。一到医院，婆婆就不见踪影。我暗道，婆婆还是靠不住，于是打电话让我妈来陪我。毕竟带着孩子跑上跑下的，着实费力，又是验血，又是缴费，又是拿药的，折腾了大半天。从医院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快晚上了。婆婆在家里捣鼓着什么东西，见我们回来，忙问孩子怎么样了，退烧了吗？我没和婆婆计较，语气淡淡的说道：已经退烧了。婆婆还想说着什么，看见我妈跟着一起来的，就没继续。我妈和我婆婆向来不对付，当初我妈死活不同意我嫁给周然，就是因为她不喜欢我这位婆婆。我妈说，月月，周然他妈一看就不好相处，妈不想你在婆家受气，咱们换一个吧。奈何我当初死心眼就喜欢周然，
加上当初婆婆一口一个闺女的叫着，我也没把我妈的话放心上，只觉得是我妈想太多了。谁知竟然真的被我妈说中了。有我妈在，我婆婆就回了房间，我妈也没多待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半夜，小宝又发烧，我连忙给孩子喂退烧药。1个小时以后，小宝还是不退烧，我急了，决定带着孩子再去医院。婆婆抱着孩子，我去收拾东西。医生说需要挂水，我心疼孩子太小，却也认了。小宝拉大便，却拉出了异物。医生看了说是小小的碎纸屑，我懵了。小宝为什么会吃进去碎纸屑？医生问是不是给孩子吃了其他东西，我摇摇头。孩子一整天都是我自己带着，婆婆都没单独跟孩子相处。我猛然间想起出门时孩子嘴边的水渍，我怒问婆婆给孩子吃了什么。婆婆支支吾吾说什么也没吃，就喂了水。在我再三逼问下，婆婆说给孩子喝了神符水。医生斥责婆婆别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都拿给小婴儿吃，搞不好会出事的。我恶狠狠地看着婆婆，心里升起一个念头，我要离婚，立刻马上。周然接到消息后连夜回来，孩子要连着挂几天的水。周然也陪在医院，一直到孩子出院，我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。回到家，我把我和孩子的东西都收拾好，婆婆却坐不住了，不就是为了点水吗？至于闹成这样，我气笑了。你那是就为了点水吗？婆婆却梗着脖子辩驳，老家那边小孩子生病都喝这个，也不见出什么事，我还跑了大老远才求来的福。周然小时候也喝过这个，不也没影响他长这么大吗？我看着不知轻重的婆婆嗤笑道，以前网络闭塞，谁家死了孩子，因为什么死的，也传不太远。你只知道你们吃了没事，却不知道因为这个所谓的神符水感染死掉的又有多少。婆婆哑口无言。周然夺过我手里的包，语气哀求，月月，是我妈错了，我这就让她搬出去住，房子我也看好了，今天就送她过去。婆婆却炸了，周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了个女人，你不要你老娘了啊？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不孝啊？你这是要我去死是吗？好好好，老婆子，我这就去死，再也不碍你们的眼了行吧。说着就跑向窗户，准备跳窗，但是我赌他不敢跳。周然咚地给我跪下，神色晦暗，月月，我妈都寻死了，你还不能原谅她？我给你跪下了行吗？看着他们母子的行为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婆婆却不高兴了，看着周然痛心疾首，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怎么给他跪下了？你有没有点出息啊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大不了就离婚。我听见婆婆的话，抽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，签吧。老娘早就想离婚了，既然你妈也同意离婚，那就最好了。孩子归我，房子一人一半，财产一人一半，车是你婚前买的，我不要。婆婆率先开口，呸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还想带走孩子？房子和钱，你怎么不去抢呢？我笑了，房子是我们共同出的首付，装修钱我也拿了一些出来，怎么就不能要了？周然跪在地上，痛苦地抱着头，说，我不会离婚的。搬家公司帮我把东西都搬出去后，我冷冷地看着周然，语气淡漠，周然，你不同意离婚，我就起诉。离婚这事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回到我父母家后，眼泪再也忍不住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婆婆的作闹，老公和稀泥何不作为，我哭了好久。我妈心疼地抱住我，眼里泪花闪烁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来就好了。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爸妈都支持你。我爸也在一旁骂周然不是个东西。第二天，
周然带着礼品上门，被我爸连人带东西丢了出去。周然不停地说不会和我离婚，连着好几天，我爸都把周然拒之门外，而周然就在门口守着，也不走。邻居不免议论纷纷。我劝我爸，要不然让他进来。我爸却说，别人说几句闲话而已，你爸我还是受得了的，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让他进来吧，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，也好谈谈离婚的事。我爸心疼地看着我说，行吧，那就让他进来。开门的时候，周然看见是我，眼里的光瞬间亮了起来。我就知道，月月你不会和我离婚的。周然欣喜若狂地认为我不会和他离婚了，自顾自地说着，这次咱们回去，我就把我妈送出去住，不会再有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我打断他，淡漠道，进来再说吧。好，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桌子上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周然，拖着也没意思，签吧。周然摇了摇头，拉住我的手，语无伦次，月月，我爱你，我不想离婚的。我妈那里我解决好了，她同意出去住的。我抽回手，皱眉看着他。周然，你怎么还不懂啊？我们这事和你妈的关系不大的。当初是你信誓旦旦地说，不管怎样，你都站在我这边。可是你对你妈的所作所为，也只是轻轻接过，也一直认为我在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。我不想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，你也只会在我和你妈之间瞎搅和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所以离婚吧。周然垂着目光，半晌不说话。月月，你真的要那么决绝吗？我点点头，离婚可以，孩子你不能带走。我顿了顿，随后嗤笑道，周然，法律规定2岁以内的孩子无条件判给母亲，你觉得我能不能带走孩子？周然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没说。周然一直拖着不离婚，我便提起了诉讼。和我妈逛街，很巧地碰上了周然和他妈，还带着一个女孩。周然他妈似乎很喜欢那个女孩子，有说有笑。看到我和我妈时，周然他妈脸色一变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没福气的人啊。我淡笑，确实没福气，不过以后就会有福气了，毕竟有福之人不进无福之门，离了那道门，我的福气才刚刚开始呢。陈金芳瞬间破防，你说谁家没福气呢？谁破防谁家没福气喽。陈金芳扯了扯周然，气急败坏，你是死人啊。他这样说，咱家你也听得下去？周然只是看着我，什么都没说。陈金芳挽住女孩的手，得意洋洋地说，我们家周然马上又要结婚了，苏叶可孝顺了，而且他家除了可是陪嫁50万，还有1辆车1套房呢。看向我时一脸鄙夷，不像某些人除了点钱啥也没有。当初我和周然结婚，陈金芳说彩礼拿不出太多，我家就只象征性的要了5万2，陪嫁了52万，却还是被陈金芳四处说我家买女儿。我看着陈金芳的恶心嘴脸，好心提醒，那可得让你儿子早点离婚，不然小心犯重婚罪呢。周然在陈金芳的攻势下，当天就和我去民政局登记离婚。1个月后，顺利拿到离婚证，我也带着孩子过着没有糟心事的生活。朋友时不时地给我说周然的消息，你不知道那个周渣男才和你离婚2个星期，就和别的人好上了。我淡然一笑，这已经和我没关系了，随他好几个都无所谓。1年后，听说周然结婚了，是他妈妈给他介绍的那个对象，苏叶。我纳闷，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会嫁给一个2婚男，还带那么多彩礼？一打听才知道，苏叶有暴力倾向，家人都盼着早点把她嫁出去。而周然因为他妈做了这个冤大头，
婚后，陈金芳还依旧以前的做派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苏叶还顺着点她。后来陈金芳有一次闹得太过，给苏叶惹急了，苏叶拿刀砍了陈金芳。周然想帮他妈，却被苏叶揍得鼻青脸肿。陈金芳报警，警察却说没伤及要害，且是家庭矛盾，让自己内部调解。后来苏叶对陈金芳非打即骂，周然要离婚，苏叶死活不同意。周然没办法，打又打不过，离又离不掉，也只能让他妈安分一点，少受点罪。朋友将这一切告诉我时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，只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